Hello，大家好，我是 A 琳，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回归一个这个频道已经消失很久的一个栏目了，叫 Brands Talk。那我相信今天要讲的这个品牌呢，即便大家是不知道的话，也一定会见过这一双鞋。这是乌马王他们家在2016年春夏系列当中发布的一双芭蕾舞鞋。那这一双鞋呢，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一直到现在都属于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单品。那每一次上架基本上就马上会卖断。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乌马王这个品牌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品牌的创始人设计师呢，他的中文名叫王之，他是一个在中国河南土生土长的一个中国设计师。那他呢，毕业于中国的东华大学，也就是之前的中国纺织大学，在那里呢学习了一些纺织品和时装设计的基础，也工作了几年之后呢，决定要出国留学进行深造。他在意大利以及伦敦的 St. Martin 进一步磨练了。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后在他的作品里面能够看到东方跟西方的文化的一个融合交流。那他本人呢，也深受安特卫普六君子的一个影响。那如果你还不知道安特卫普六君子的话呢，咱们也可以之后仔细的聊一聊。如果想看的话，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那他呢，在2006年伦敦留学回来之后呢，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但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不叫乌马王，叫 Uma Studio。这个品牌的名字呢，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一个代理商给他的一个意见，整个时尚行业都不太认可吧。那会儿呢，更多的是中国制造会比较的出名一点。那他们也考虑到能不能很好的去打开一下市场，所以当时用的名字是 Uma Studio。但是过了3年之后呢，他本人王之本人是觉得非常的不甘心，所以呢，就在2009年正式更名为乌马王。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了我一开始刚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品牌，然后看到它的一些个设计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名字，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华裔，没想到发现它竟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乌马王的一个成功，他作为一个中国的设计师，真的也是一个当代的先锋了，为咱们更多后继的一些个中国设计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他呢，也是成为了第一个进入米兰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那其实乌马王，我觉得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一个整个品牌基调，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 logo， 然后也没有非常特殊性的一个标志，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个品牌。它所有衣服的标都是放在内侧的，只有你穿这件衣服，了解这件衣服的人才会知道它来自于乌马王。让人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呢，就是你基本上看了一圈它的作品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固定的基调以及它背后的美学根源是非常稳定持久自洽的。其实最初我刚开始买乌马王他们家的衣服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收到之后都会被这个标签给吸引到。这个标签的背后呢，也是有小小的一个故事在里面的。设计师本人其实是出生于一个中药世家，他的爸爸是中药师，他的爸爸的爸爸也是中药师。那从小呢，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无聊的时候去观看那个煮中药的一个过程。那大家都知道，中药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药材配比到一起，然后放在一个棉布袋里面，放到热水里边，咕嘟咕嘟咕嘟煮开了。那种棉布袋通常都会是棉麻的颜色，比较趋近于那种很自然的一个白色。但是中药煮着煮着，药材出来的那个汁液会把棉布袋给染色，而且除了染色之外呢，咕嘟咕嘟热水煮的过程也会让这个棉布袋产生一个褶皱。那这个褶皱的样子以及颜色，就是咱们现在能够在乌马王的衣服上面看到的那个标签。而且每一季的衣服上面呢，咱们能看到的那个毛笔字呢，其实都是他父亲手写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从小的一个生长的经历，包括我们想象中的中药材的药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基调，什么样
亮眼的颜色都很好的反映在了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那他的品牌哲学呢 ，imperfect is perfect， 就是会印在我们所有购买的衣服的标签上。那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不完美即是完美的。其实我作为一个非常追求完美，并且略带一点点强迫症的一个处女座呢，在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也慢慢了解到，其实不完美呢才是一个人生的常态吧。不要给自己的强迫症找太多的一个理由。如何学习自我接洽，才是能够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办法。木马王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不喜欢刻意，真实的表达自己很重要。那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的体现在了他的衣服上面。他的衣服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件每一季的剪裁来讲，它都没有说特别的合身，然后每一件衣服跟身体中间是有一定的留白的，而且他非常擅长将不同的纹理、不同的材质结合出来，变成一种新的面料。整个的上身呢是松弛有度，但是又好像在叙述自己的故事。他的设计当中经常会看见这种不对称的剪裁呀，然后不规则的染色啊。最让我觉得非常痴迷的一点是，木马王他们家的衣服呢，其实你很难找出两件完全一模一样的，即便是它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呢这一批布料是不规则的晕染，然后呢每一个布料裁剪成的每一件衣服呢，它最后的形成都会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态度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他的一个忠实粉丝想要拥有的一个效果。木马王呢也被称为中国设计师的一代稀有的暗黑先锋代表。这先锋的意思呢就是超前于主流，用各种不一样的前卫的别人想不到的手法去开辟服装新的可能性。那他每一年的 collection 里面呢都会是有一个固定的主题的，比如说他最出名的那个芭蕾舞鞋的那个单品，那场秀的灵感呢，就是源于一个芭蕾舞，它会以一个人、一座城市、一部电影、一本小说而展开的。那我觉得他还做了一件蛮酷的事情，就是姜文导演的电影当中邪不压正呢，给女主周韵呢去做了一整套的戏服。然后他最近呢有跟羊毛制品合作，然后还有跟咱们大家熟悉的品牌三枪去做了一系列的合作。我觉得即便是去看这些合作，你也可以很轻易的看到，哦，这肯定是出自于乌马王之手。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非常厉害的点，就仿佛好像你通过衣服这个媒介，你可以很轻易的就跟设计师有一个好像灵魂上的一个碰撞，这是某一种暗号，看到了就知道，哇，这是他。那说到秀呢，肯定就要聊一聊我最喜欢他的哪一场秀吧。其实我觉得他的每一场秀呢都蛮有意思的，就好像是在读一本书、读一个展、读一个作品一样。你可以看完这场秀之后呢，你再去了解背后的故事，你会有一种幡然醒悟的感觉，不单单是只是单纯的去提取了某几个色彩、某几个图案，它是把它细化到了不同的布料，然后去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而且它都能很好的把这一些个元素转化成自己的语言。然后我要聊聊他们最近的一场秀吧，是2022秋冬系列的这场秀。那这场秀的主题呢是游牧骑士，它的灵感来源呢是一个阿根廷的作家所描绘的一个荒原上的大白马的一个展开。那这场秀呢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结合吧。在这场秀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若有似无的一个东方韵味的花卉图案呐，然后类似于旗袍形式的裙子啊，但是你又能看到南美大草原、南美的植物，还能看到这种骑马的人会戴到的扁平帽。那其实当时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场秀让我想到了我读过的一本书叫《冬牧场》，把很多
看似好像完全不和谐的东西做了一个很好的碰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艺术的魅力吧，它会把做工看起来比较毛糙的，很像是游牧民族会穿的皮草，去配上天鹅绒这样的材质。那它也会通过它的一个染色方法，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它这一系列里边还会把我想象中的高原上面放的游牧民族他们穿的那种比较斜襟的大长袍啊，也都很好的融入到了这一场秀里面。说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肯定就是这一套了。这一条裙子呢，乍一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东方柔和含蓄的美的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在走动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露出来的腿的这个部分，也没有说开很大的领子啊，也没有说露很多的肩膀线条、颈部这样的。但是呢，它又通过了面料去把整个的身材呢勾勒的让你就是若有似无，好像是能看得见它非常曼妙的身子，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一眼的就看到，你要通过走动啊飘逸啊，你才能大概想象。最美好的部分呢就在于此，最重要的是它配上了这个扁平帽，让我觉得怎么可以把两种看上去完全不搭嘎的风格融合的这么好。这一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刚柔并济很好的典范。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不规则印花，再加上它的底色也是一个不规则的晕染。那整一个的衣服，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到手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件裙子。它的每一场秀对于我而言，更像是去看一场艺术展，一个人写的读后感。他会把他自己所理解的、所看到的提取出来，用他自己的一个语言，很好的去进行一个诠释。他对面料的坚持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点。他从一开始做衣服，他们家的面料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本来一开始是在中国制造，比如说面料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然后可能沟通上面需要修改啊，那这样一来一回呢，可能会耽搁到他们的一个发布。为了保证更好、更顺畅呢，他直接把他的工厂呢，以及他的整个团队挪到意大利去了。那他也分享过很多他关于面料上面的一些个执着吧。那他比如说呢，他可能有一个灵感，想要做蕾丝，但是这个蕾丝呢要求又很高，想要做成那种做旧款的蕾丝，他可能会去找到那种几十年前的那种旧机器，去模仿出来当时我们看到的那种有古老韵味在的一个蕾丝的花纹出来。即便是这件衣服看上去好像没有花什么力气，但是所有的奥秘都会藏在你摸到手的那一刻。而且我觉得乌马王的衣服只有在走动起来的时候，它才是最美的。那这个分享视频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在剖析一个设计师或者说是剖析一个品牌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我想带大家看到的是它背后的一个精神、一个理念，以及传递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和态度吧。毕竟现在可以选择的东西非常多，然后你也能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拿到同款、爆款、平替。但是我同样也很庆幸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面，还会有人愿意花时间每一季都给你讲不一样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么快节奏的一个社会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故事，所以也很欣赏，也很希望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那今天分享的这个 Brains Talk 呢，基本上都是基于我个人对一个品牌的感受与理解。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正的地方，也欢迎小伙伴在底下补充说明。希望你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更多想看的品牌，更多想知道了解的故事的话，也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我是 Aileen，我们下周再见，拜拜。